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公布一个重磅消息。看过邱医师前面的影片的人都知道说，从5月1号开始，我例行喝咖啡呢，先用滤纸过滤以后再喝，因为我从验血当中发现说，我的胆固醇还有 LDL， 就是俗称的坏胆固醇，其实正确的名称叫做低密度脂蛋白，有偏高的现象。我当时是强烈怀疑我是喝咖啡所引起的，因为我如果少喝咖啡，我的数值是可以正常。那我就例行的1个月呢这样做，结果呢，我在6月7号的验血报告出来了哈。这个报告的结果呢，竟然呢，大家看一下，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在今天节目开始以前呢，请大家先订阅邱医师的频道，订阅越多，邱医师讲的越起劲，我会找到更多更有用的资料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首先呢，邱医师要跟大家承认了哈，我从5月1号到6月7号当中呢，其实我并不是真的每天都做到说我喝咖啡一定要先过滤再喝。有几天在5月底到6月初的时候，我有5天在日本。那个时候在日本，我忘了带滤纸去，所以我早餐在饭店喝咖啡的时候没有办法过滤，我就只好就是自己用那个咖啡豆，它那个咖啡机煮出来的咖啡，我就照样喝了。所以严格讲起来，我有5天是没有做到用滤纸喝咖啡的。但是大家看一下我6月7号再验一次呢，总胆固醇我从217降到210，还是有点偏高，但是已经降低了。低密度脂蛋白从135。原来是红字降到121，已经变成正常了哈。总胆固醇还是偏高，可是低密度脂蛋白已经正常了。可能的解释是我的高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所谓的好胆固醇，其实反而增加了。大家看一下，果然也有增加的现象哈。好，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这个月怎么做哈。我这个月就是尽量用滤纸把咖啡先过滤以后再喝，不管这个咖啡是热的或冷的，我都照样做。我其他的生活事项完全没有改变，我的饮食内容、我的运动的强度，还有我的生活模式完全没有变我只有喝咖啡这项改变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如果没有滤纸的话呢，我就用那个所谓的那种吸带型的咖啡机，那个有一种专门做好的，它自己本身可以磨豆子，又可以直接冲泡咖啡，它里面就有附有一个金属滤网。那个金属滤网呢，我呢偶尔没有用滤纸的时候，我就用这个金属滤网把咖啡倒过去，然后再喝滤过的咖啡汁。大家看一下这个金属的滤网呢，在不管是煮咖啡直接过滤，或者是用咖啡倒过去过滤的话，都会在上面滤出一层浮出来的油脂在上面。我认为呢，这里面就是有所谓的咖啡醇跟咖啡豆醇，所以也可以帮助我减少喝进体内影响我胆固醇跟 LDL 代谢这样的一个成分。我从这个亲身的试验当中呢，获得了一个心得啦，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大家还是要有科学的观念来看待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我个人的亲身体验，就个人经验谈。我一向不认为这是科学个人经验谈是我个人的现身说法啦，但是不能作为一种科学试验的结果。可是这个科学试验不需要我做，因为在已经发表的医学文献里面已经看到了很多文献证实说，喝咖啡喝多了的确有可能会使胆固醇跟 LDL 升高，但是当然也有一些论文研究方法可能不一样，试验的人群不一样，或者是检验的一些过程有点不一样，认为说可能影响没那么大但是我认为可以做个参考啦而且另外我在上一个影片当中有跟大家讲说，如果你真的喝咖啡你也先用滤纸过滤一下的话呢，可能呢把水中或者是咖啡当中的一些塑胶微粒都可以稍微过滤一下。我们知道塑胶微粒无所不在嘛，空气当中、饮水当中，只要你使用水没有过滤的话，大概里面都会有塑胶微粒。特别是像我女儿以前外出很喜欢到便利超市买一瓶瓶装水来喝，我就跟她讲说，这个瓶装水里面可能会有很多塑胶微粒，所以他们现在都改成自己从家里的水带出去一个水壶，当做外出的时候口渴来喝水之用。我们家是有准备一个滤水器，把这个水饮用的部分都是先从那边过滤再喝。但是滤水器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那个滤芯要经常换，如果你滤芯没有常换的话，太久没换，其实它跟没有过滤反效果，可能里面堆积了一些脏东西，你每次喝水就冲出来，反而喝了很多不好的物质了今天邱医师的实验结果是告诉你说，要不要这样采用由你自己决定如果你要靠着饮食来降低血中的胆固醇，你可以采取的有科学根据的做法。有没有不要靠吃药也能降胆固醇的方法我想各位也比较关注的应该是怎么样靠吃也能够降胆固醇，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有兴趣想知道怎么靠健康的饮食来降低胆固醇呢？
第一个呢，他说要减少吃到这个饱和脂肪，包括红肉啊，还有这个全脂牛奶当中的这个饱和脂肪呢，都会使我们血中的坏胆固醇，就是 LDL 升高，增加了血中的 LDL 以后啊，也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邱医师呢也很想知道说，为什么吃饱和脂肪就会使血中的胆固醇升高？哦，原来呢，这跟很复杂的肝脏制作胆固醇，还有血中血脂肪的循环代谢有关系哈。简单讲呢，就是你吃了太多饱和脂肪以后啊，肝脏细胞的细胞膜上面啊，抓取胆固醇的能力就下降了。我们知道血中的胆固醇最后回到肝脏，肝脏会把胆固醇抓起来，变成我们的胆汁，胆汁分泌到消化道当中，在我们消化食物的时候呢，它帮助乳化脂肪。这个胆汁里面的胆盐主要就是胆固醇，所以你吃太多饱和脂肪的时候，肝脏抓取血中胆固醇能力就会下降了，会使血中胆固醇维持在比较高的浓度。要减少摄取富含饱和脂肪的食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尽量避免吃到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呢，就是氢化的植物油。因为以前呢，我们知道说饱和脂肪对健康是不利的嘛，所以呢要多吃植物油。可是植物油呢，它不耐高温，而且不耐久存。把顺式的植物油氢化之后变成反式，让它呢变成常温下是固态的，比较能够耐保存，而且呢比较能够耐高温，在我们的生活上会比较好使用。结果没想到几十年的观察下来呢，发现这样子的反式脂肪呢，反而增加冠状动脉硬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呢，目前有些国家呢已经禁止使用某些反式脂肪。第三个呢，就是要多吃富含 Omega-3 这种油脂的食物。Omega-3 呢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为什么吃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血中的胆固醇？邱医师也帮大家找了资料了原来呢，我们吃不饱和的脂肪酸进到肝脏以后，肝脏不会再把它合成三酸甘油脂，再用脂蛋白包覆成 LDL、VLDL 输送到血液当中，而是呢把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直接代谢成酮体，酮体呢会运送到细胞当中呢，被细胞运用。所以呢，不饱和脂肪酸不会升高血中的胆固醇，因为它减少了 LDL、VLDL 的制造嘛。如果你多吃不饱和脂肪来代替饱和脂肪的话呢，你形成这种血中胆固醇升高的几率就会降低了，就是这个原理。那这些不饱和脂肪从哪里来呢？就是鱼类当中的鱼油就含有很多这种不饱和的脂肪，包括鲑鱼、青鱼，还有就是坚果跟亚麻籽当中呢，也含有很多这种不饱和脂肪第四个呢，就是要增加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很简单我们平常吃的蔬菜水果当中都有很多膳食纤维。蔬菜的热量糖分都比较低所以呢尽量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也很好，但是呢如果你有肥胖的问题，当然呢你不要吃糖分太高、升糖指数太高的这样的水果这些富含水溶性的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邱医师在这边就不一一列举给大家了。反正你只要多吃深绿色的蔬菜、深红色的水果呢，基本上都可以获取很多的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为什么会降胆固醇？因为它在消化道当中呢，它会抓取胆汁的胆固醇，把胆盐吸附。胆盐当中的胆固醇被吸附以后，它就比较不能消化脂肪，同时呢，也比较不会在肠肝循环当中再回收进入我们的身体，所以呢，就会从粪便当中排出。根据研究小老鼠只要给它喂食这种富含膳食纤维的果胶呢，它的粪便当中就会验出比较多的胆固醇，同时呢，也可以降低血液胆固醇的浓度第五个呢，就是要多吃乳清蛋白，因为牛奶当中的乳清蛋白或者酪蛋白呢，经过消化以后会转成疏水性的小胜肽。这种疏水性的小胜肽呢，一边是亲脂性的，一边是亲水性的。亲脂性的这边会在消化道当中包覆胆盐，胆盐就是由胆固醇构成的。胆盐被包覆之后，跟刚刚那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的作用很相似，它就是不会被肠肝循环再回收到身体，同时它会从粪便当中排出，这样子就可以把胆固醇呢从消化道当中排出借由这个方式来降低血中的胆固醇。同时，这种疏水性的小胜肽进入血液当中呢，还可以抑制 ACE， 就是血管张力素转化酶，借由这个方式呢来降低血压，所以对健康的效益是很高的。跟大家报告一个消息，我们的频道呢现在已经有会员制度了，欢迎大家加入会员，邱医师会有很多福利跟大家分享。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请在下面按个赞。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请按订阅。下回见。